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每当有新的智慧手表发布的时候呢，比新手机发布还要激动？这不，三星就刚刚发布了3款新的手表吗？ Galaxy Watch 8、8 Classic， 还有就是 Ultra 2025了。外观设计呢差很多，价格呢也差很多。那么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入手呢？那如果要入手的话，又应该选择哪一款呢？那如果不考虑三星的生态的话，跟 Apple Watch 还有就是 Garmin Venue X1 相比，究竟又差多少呢？三星手表呢，其实我之前从来就没有认真的使用过。今年我自己呢肯定是会入手一只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些手表呢就好好的给它研究了一下。那我就干脆把我整理好的这部分资料吧，就分享给大家。大家看过今天这一期影片之后呢，到底怎么选，基本上呢应该就有一个概念了。不然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割韭菜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那既然说到割韭菜嘛，我就再分享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小技巧。夏天到了，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机票，要出国避暑放松一下了？但是现在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嘛，机票啊、酒店啊，价格怎么看起来都不是太亲民。难得就是出一次门嘛，那就总想就是要能够再多占一点便宜就好了。其实有一个简单又聪明的做法，就是打开 NordVPN， 切换成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地区，你会发现就是订机票啊、订酒店啊，这个价格呢，有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版本。只要换个地区，就会有机会看到更便宜的价格了。那有时候呢，真的还会差不少的。而且不只是价格更便宜了，NordVPN 本身也很安全嘛。你在刷卡登录账号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的加密你的这个连线，保护你的信用卡和个资呢不被盗用。军规等级的加密技术，就算被这个黑客给拦截了，内容他们也看不懂。NordVPN 还通过了国际的审计，它不记录上网记录，也没有中资的背景，用起来就安心多了。平常追剧、跨区上网、出国比价，有了 NordVPN 之后呢，真的会觉得生活就方便了很多。现在点击下方的频道专属链接 nordvpn.com/PETRSUN， 订阅2年计划呢，就直接再多送你4个月，还能够同时连接10台装置。出国想省钱，也别忘了顾安全，就让 NordVPN 替你保驾护航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年的这3款新手表吧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呢？到底有没有料呢？真的值得我们升级吗？其实这几款手表使用的晶片和去年的那个 Watch 7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猎户座 W1000 晶片，所以不论是效能还有就是耗电量都和之前是几乎没变的。比较有感的可能是今年的这个荧幕呢，最大的亮度就直接拉到了3000尼特了，不论是8 Classic 还是 Ultra 2025了，都是一样的，那就亮度就直接给它拉满了。前代最大的亮度就只有2000尼特嘛，那这代真的就比以前更适合在户外去看这个手表了。要知道苹果阵营那边呢，就只有 Apple Watch Ultra 才能做到3000尼特的亮度。还有一个今年大家一直在提的就是这个双频的 GPS 了，去年就只有 Ultra 才有嘛，那今年的这个 Watch 8呢，标准版它就有了，然后 Classic 也是有的。那这个想想还真的是挺香的。那以后你在城市里边，或者你在山林里边吧，就是即便有一些遮挡物的地方呢，定位也会比以前要更精准、更容易了。我们再来看看健康和运动功能都多了些什么吧，主要就是血管负荷、抗氧化指数，还有一个跑步教练了。一个就是看你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嘛，长期的一个健康的趋势；一个就是看你的身体的抗氧化的这个能力了；再一个就是一个跑步的教练了，就跟那个 Garmin 的教练系统呢，其实是有点像的。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嘛，就是这个 Watch 8呢，全系列都支持 Gemini 语音助手了。那这个比之前的那个 Google Assistant 肯定是好用太多了。总之吧，你就看前面的这几项新的功能吧，你能不能够用得到？那如果有用到这些功能的话呢，那你就考虑一下。那如果你觉得完全用不到的话呢，那其实就不用考虑了。对于我个人来说呢，帮助最大的反而是那个 Gemini 语音助手了。之前不论是苹果的那个 Siri， 还有三星的 Bixby， 或者是 Google Assistant 了，那些助手的这些中文听力真的就太差了，有时候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那如果有了这个 Gemini 的话呢，沟通起来呢，确实会比之前要容易很多。只不过就是去年的那个 Watch 7呢，会不会等到下次更新新系统的时候，一起就获得了这个 Gemini 的支援了呢？那这个呢，现在还是未知数。那如果会有的话呢，那之前入手了 Watch 7的朋友呢，就完全不用考虑因为这个功能来升级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对比一下，就是今年推出的3款新手表，究竟就是它们这3款之间究竟都有哪些差别呢？
哪一只的 CP 值又是最高的呢？ Watch 8标准版它真的就是最轻最薄的一只了，然后重量呢就只有另外2只的1半左右，那戴起来呢是最没有存在感的，而且用料其实也算是很良心了，蓝宝石的表盘，铝合金的这个表壳，其实呢耐用性已经很够用了，尤其是那个表盘了，根本就不会刮花。而且荧幕的亮度啊，使用的芯片呀，还有就是双频 GPS 呀，那还有那些健康的监测和运动的功能吧，和另外2只更贵的手表呢，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你刚好有用到 LTE 网络的话呢，你还可以加钱升级成那个行动数据的版本。所以说实话吧，就是对于绝大部分的一般人来说呢，那这一只呢，其实真的就已经很足够用了。只不过就是有一个点吧，就让我觉得就是有点难以接受的，就是它今年这个新的这个形状了，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那个 Watch 7圆圆的那个形状不是挺好看的吗？或者呀，你就像 Garmin 一样，就是干脆和那个 Apple Watch 学习，换成一个方形的荧幕，那就能带来一个更大的荧幕显示面积嘛。但是三星呢，就非得要做点什么有的没的，改成了一个圆形的表盘，加上一个方形的表壳的设计。那这个感觉呢，就好像把一块月饼呀塞进了一个正方形的盒子里，然后4个角就是空空的嘛，不好看呢，还浪费空间。那这个就真的有点不协调了。那大家觉得呢？就赶快跟留言分享一下吧，就是不是只有我觉得它这个看起来很奇怪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Watch 8 Classic 吧。那这一只呢，反而是我认为啦，就是最好看的一只了。虽然它的外壳呢，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就是正圆形的手表，不过呢，因为可能它加了一个那个表环嘛，那至少看起来呢，就不像那个标准版那么的奇怪了。表壳呢也换成了一个不锈钢的材质，尤其再搭配一个就是类似皮革材质的表带的话呢，那看起来还真的有一点就是像那种商务手表的感觉的。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多了一个那个表圈是可以转的，多了一种操作方式，而且转起来之后呢，有一个咔咔咔的那个感觉，应该呢会转起来会很舒压。再来呢，存储呢从32GB 变成了64GB， 也可以下载更多的歌曲到你的手表里面了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最大的卖点呢，其实还是它这个外观了，搭配就是衬衫啊和西装，带去公司开会呢肯定没问题，见一个客户什么的也是没有问题的，质感呢会高一点。那有些人呢还真的就挺吃这套的。那 Ultra 2025呢，说实话呀，这只表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吧，不能算作一个新款的手表，属于一个小改款了，有点像就是去年的那个 Apple Watch Ultra 就推出了一个新的颜色嘛，然后三星今年呢就也多了一个就是夜蓝色的一个新颜色嘛，然后呢存储也从之前的32GB 现在升级成64GB 的存储了。最重要的手表的芯片还有就是传感器那些部分吧，跟初代的 Ultra 都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最大的卖点仍然就是它这个钛合金的表壳，再加上一个更长的续航时间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它支持100米的防水等级嘛。另外2只三星手表呢都是50米的防水等级。所以我认为呢，真的就是如果喜欢户外运动造型的这种手表的朋友呢，除非呢你就是真的很喜欢今年的这个蓝色的新颜色了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首先你应该考虑一下旧款 Ultra 的那个手表。有时候那个价格呢，还真的是降得挺低的。说到这里，一定就会有人想说了，我已经都花到这个价位了，那要不要干脆就考虑一下 Garmin Venue X1 呢？或者呢，我是一个 iPhone 和 Galaxy 手机通吃的用户，那 Apple Watch Ultra 要不要考虑一下呢？关于 Apple Watch Ultra 2，就是和 Galaxy Watch Ultra 的这个对比的分析影片吧。这一期影片呢，去年其实我就已经做过一期了。那因为这2只手表都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升级，那现在看过去也不算过期。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边去看一下。那如果你懒得点过去呢，我就简单来讲一下结论吧。即便你是 iPhone 和 Galaxy 通吃的人，那么总有一只手机是你更喜欢吃的，对吧？那么呢，你就买你更喜欢吃的那个品牌的手表就对了。那这样用起来呢，绝对是最顺的。至于 Garmin Venue X1 呢，它真的就是有些功能呢，就是蛮特别的，像是它的那个健身教练呀，还有就是高尔夫地图的一些功能了，还有 LED 手电筒，续航呢也更灵活一些。不过呢，就是跟苹果啊、三星的生态比起来的话呢，那和手机的这个整体的整合度呢，就确实差一点点了。那如果你真的对这只手表感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点击这边，或者到说明栏当中找到链接。彼得森之前呢已经做过2期详细测评的影片了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Garmin 那一只手表到底适不适合你了。那开头我提到了，我个人其实从来没有好好的用过三星手表嘛，那毕竟我自己就是做3C 频道的，那我觉得不好好体验一下呢，也说不过去了。所以今年推出的这3只呢，我到底会选择哪一只呢？
之前不管是 Garmin 还是 Apple Watch Ultra 吧，大部分呢都是主打一个户外运动、比较休闲运动一点的风格了，所以穿搭上呢，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。那有些场合，比如说你穿一个西装，然后打一个领带什么，那戴那些手表呢，就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怪怪的。所以今年的 Galaxy 8 Classic 呢，就真的有点烧到我了。机械手表的这个表圈，还有加上不锈钢的表壳，还有类似这个皮革材质的表带，那这个呢才是这种场合呢最应该有的一个配备了。所以今年我决定就放弃那个 Ultra 2025了，反正那一只呢也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新款手表了，那干脆就直接入手这个8 Classic 好了。反正功能上呢是完全一样的，续航时间短一点点，然后防水等级呢差一点点，但是以我现在的使用情况呢，其实也够用了。而且这个 Classic 系列呢，也不是每年都推出嘛。那就像去年呢，它就没有出这个系列嘛。那买回来之后呢，其实也更不容易过时。所以呢，我已经下单了这一只手表了。等我拿到之后呢，也会做一个完整的评测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或者就是想看我和 Apple Watch 还有 Garmin 手表来 PK 的话呢，就记得订阅一下彼得森的频道吧。到时候你就知道哪一只手表是最适合你的了。那觉得这一期有帮助到你的，那就一定不要忘了给我点一个赞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也谢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诺尔的 VPN。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